王莲芳家倒了。日子并不是按部就班的过，它该慢的时候才慢，该快的时候却飞快。这才几天，王莲芳的家就这么倒了。表面上看不出什么，一砖一瓦都在房上，一针一线都在床上。但是玉米知道，他的家倒了。好在施桂芳从头到尾对王莲芳的事都没有说过什么，施桂芳什么都没有说，只是不停地打嗝。作为一个女人，施桂芳这一回丢了2层的脸面。她睡了好几天，起床之后人都散了。这一回的散和刚刚出了月子的那种散到底不同，那种散毕竟有炫耀的成分，是自己把自己弄散的，顺水而去的。现在则有了逆水行舟的味道，反而需要强打起精神头，只不过吃力得很，勉强得很，像他开口说话嘴里多出来的那股子馊味儿。玉米现在最怕的就是和母亲说话，他说出来的话像打出来的嗝，一定是怄得太久了。让玉米心寒的还有玉穗，小婊子太贱，都这个岁数了，还有脸和张卫军的女儿在一起踢毽子，每一回都输给人家。张卫军的女儿小小的一个人，小小的一张脸，小鼻子小眼的，小嘴唇又薄又削，姓张的的确没一个好货，他踢的毽子哪能还算毽子，草鸡毛罢了。玉穗肯输给他，看来天生就是吃里扒外的坯子。玉米算是看透他了。玉米把一切都看在眼里，反而比往常更沉得住。就算彭国良没有在天上开着解放军的飞机，他玉米也长不出玉穗那样的贱骨头。被人瞧不起都是自找的。玉米走得正，行得正，连彭国良的面前他都能守住那道关，还怕别人不成？玉米照样抱着王洪兵，整天在村子里转。王莲芳当支书的时候，别人怎么过，他玉米就能怎么过。王玉米的王摆到哪儿都是3横加1竖，过去不出头，现在也不掉尾巴。最让玉米瞧不起的还是那几个臭婆娘。过去父亲睡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全像臭豆腐，筷子一戳一个洞。现在倒好，一个个格格正正的，都拿了自己当红烧肉了。秦红霞回来了，小骚货出事之后带着孩子回娘家去了，一去就是10来天。返村的时候，秦红霞的脸上要红有红，要白有白，弄得跟回娘家坐月子似的。她还有脸回来？河面上又没有盖子，她硬是没那个血性往下跳，做样子都不敢。秦红霞走在桥上，还弄出不好意思的样子，好像全村的男人一起娶她了。秦红霞快下桥口的时候，不少妇女都在暗地里看玉米。玉米知道他们在看他，他们想看看玉米怎么面对这件事，怎么面对那个人。秦红霞过来了，玉米抱着王洪兵站起来，换了一下手，主动迎了上去。玉米笑着大声说：“红霞姨回来了。”所有的人都听到了。过去玉米一直喊秦红霞红霞姐，现在喊她姨，意味格外的深长了，有了难以启齿的暗示性。妇女们开始还不明白，但是只看了一眼秦红霞的脸色，领略了玉米的促狭和老道，又是滴水不漏的。秦红霞对着玉米笑得十分别扭，相当的难看。一个不缺心眼的女人永远不会那样笑的。王莲芳打算学一门手艺，一家子老老少少10来张嘴呢。从今年的秋后开始，不会再有往年那样的分红了。和社员们一起做农活，王莲芳没有那个身板了，主要还是丢不下那个脸面。
王连芳对自己有一个基本的认识，虽说知书不当了，但他这一辈子睡过那么多的女人，够本了，值得。回过头来再和自己的老部下一起挑大粪、挖伤沟、插秧割麦，很不成体统。妥当的办法是赶紧学一门手艺。王连芳做过很周密的思考，他时常一手执烟，一手叉腰，站到世界地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的面前，把古桶匠、杀猪匠、鞋匠、篾匠、铁匠、铜匠、锡匠、木匠、瓦匠放在一起，进行综合比较、分析、研究。经过去粗存精，去伪存真，由里而外，由现象到本质，再联系上自己的身体、年纪、经历、威望等实际，决定做漆匠。漆匠有这样几个好处：一、不太费力气，自己还吃得消；二、技术上不算太难，只要大红大绿的涂抹上去，别露出木头，终究难不到哪里；三、成本低，就一把刷子，不像木匠锯、刨、斧、凿、锤一套一套的，办齐全了有几十件。四、学会了手艺，整天在外面讨生活，不用待在王家庄，眼不见为净，心情上好对付一些。五、漆匠总归还算体面，像他这样的身份，做杀猪那样的脏事，老百姓看了也会寒心。漆匠到底不同，一刷子红一刷子绿，远远的看上去很像从事宣传工作。主意定下来，王连芳觉得自己的方针还是比较接近唯物主义的。